难得激流勇退。我在盘点去年一年呐，发现有一条新闻呢，到现在依然有不少人在议论，那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呢宣布退休的消息。为什么引起这么大反响？这马云呢岁数并不大，而且阿里的事业又在巅峰的时候，那么一般在这个时候，掌门人是不愿意激流勇退下来的。而且马云呢，甭管他是真退休还是假退休，还是垂帘听政当胎儿皇，至少他宣布退休之后呢，他也确实啊，在几个长袖善舞的舞台上啊隐身了。那么我们说这个急流勇退啊，对于马云来说，他需要很大的勇气。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啊，急流勇退啊，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咱们讲件历史，你就能明白马云此举呀，应该说是很有勇气，也是痛下决心的结果。你看《史记》里边就记述了一位急流勇退比较成功的人，就是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。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呢，为了保命啊，在吴国当人质啊，放牛牧羊，伺候吴王整3年。这3年呢，范蠡一直跟随着越王勾践。吴王让他留在吴国当官，他都不干，对越王那是非常忠心。回到越国之后呢，越王卧薪尝胆准备复仇，范蠡就在其左右啊运筹谋划，长达20余年，终于辅佐越王报出雪恨，成就霸业。可以说越王勾践的成功呢，范蠡是头号功臣，立了大功。可是成功之后呢，范蠡却悄悄离开了越国，从此改名换姓。范蠡为什么在人生的巅峰能够激流勇退呢？他在到达齐国之后啊，给他的好朋友同是越王谋臣的文种写去一封信，信里边说了一些很有名的话，咱们今天总有人提，说这个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为人，常敬鸟会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，子何不去？说这个飞鸟射尽了，弓箭就会被藏起来不用；兔子给打死了，猎狗就会被主人呢杀掉吃肉。越王勾践这人脖子长，嘴尖，像鸟嘴一样，这样的人你只能跟他共患难，不能跟他共享乐。我建议你呀，还是学我啊，撤吧。那么其实范蠡呢，并不是凭面相就断定一个人，这是他对人性看得通透。当年呢，他就利用了人性的这个弱点，借刀杀人，让吴王呢杀死了谋臣伍子胥。就是范蠡在自己的所作所为身上早就悟出来这个道理。这伍子胥呢，当初对吴王夫差有大恩。吴王夫差的父亲当王的时候呢，伍子胥就辅佐老吴王阖闾。诸公子争储君之位时候，夫差几次险些被废，都是伍子胥以死相争，才保夫差当了吴王。但是呢，夫差上位了，也把越国打败了，就觉得伍子胥没什么用了。这就是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范蠡就利用这一点，利用这个吴王夫差这个心理，他呀买通了吴国的太宰伯嚭，让他离间2个人，最后很成功的把伍子胥给消灭了。有一回呢，伍子胥劝谏，让吴王啊暂时不要攻打齐国，先灭了越国，认为越国是身边的心腹大患。伯嚭呢就跟吴王夫差进谗言，说这是伍子胥的阴谋，他是倚仗齐国以自重，将来要反吴。这吴王夫差那早就反伍子胥了，一听这话说这还了得，就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，命令他自杀。伍子胥死前就说呀，你看看，等我死后啊，你们把我眼睛挖出来，置于东门之上，我要看着吴国灭亡，看着越王的军队打进来。吴王听说之后大怒，下令把伍子胥的尸体呀装在吃夷子皮里。什么是吃夷子皮呢？就当时用牛皮做的喝酒的酒器，把伍子胥尸体装到这里头，然后呢扔到这个江里边。这等于是范蠡间接害死了伍子胥。当然范蠡对伍子胥这个人他很敬重，但没办法，俩人各为其主，不得一而为之。所以范蠡离开越国之后呢，隐退之后给自己改的第一个名字就叫吃夷子皮。一个是给伍子胥赔罪，第二个呢是用伍子胥的下场给自己提个醒。可笑的是呢，最近这几年呢，范蠡的故乡浙江某地方啊，特意生产一种这个酒，名字就叫吃夷子皮，说是为纪念范蠡。我听之后我是哈哈大笑，为啥？你纪念什么？纪念范蠡自己的后悔跟愧疚吗？就这明显是不懂历史造成的。
那么范蠡的预判对吗？太对了。这个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啊。他这个想法，他告诉文种之后呢，文种虽然相信了，但他没走，只不过呢，假装称病，从此不上朝。他以为这样就能躲得了灾祸。结果不久就有人跟这个越王构建进谗言，说文种要造反。于是越王赐一把剑给文种，说你教了我7条伐吴的计策，我用了3条就打败越国，剩下的4条啊，你替我去先王那告诉先王。那意思你太聪明了，你比我还聪明，你活着我没安全感，你还是到阴间辅佐先王去。文种没办法，只能自杀。有人说这文种太傻了，那伍子胥活例子在那摆着呢，他怎么就那么贪婪呢？就舍不开这名利。我跟各位说啊，纵观历史，像文种这么做的那是大多数。李白这个也有一首《行路难》，在里边他这么写的，叫五官自古贤达人，功成不退皆允身。子虚计气吴江上，屈原中投湘水滨。陆极雄才岂自保，李斯睡驾苦不早。最后李白写：且乐人生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。他说伍子胥、屈原、陆极、李斯都是贤达之人，他们不懂历史吗？他们怎么就没学到前车之鉴？其实历史往往就是这样，读史使人明智不假，但我们有时候道理是明白着，想做到却难。最简单例子，咱每人上学时候，老师用父母都会说，你得好好学习呀，现在你多努力，以后就少遭罪。可有几个人能真正照做呢？咱不明白这道理吗？太明白了。但有时候你看，打游戏就比看书有意思，打篮球就是比背课文过瘾。包括现在我们有人说戒烟呐，你这个会收获健康，收获健康不知道多少年的事儿呢。可是眼下不抽烟，饭后一支烟快似活神仙，所以有人就戒不了。这高兴的事立竿见影，你像学习戒烟这些好处，可能得过些年才能看到成效。激流勇退也是这样，就是你这激流勇退之后，你怎么办？你说万一这个国家万一皇上还需要我呢？万一我退了之后，境遇照现在差多了呢？再一个，很多人解决不了，我都忙了大半辈子，我一旦退下，我干什么去？所以这个激流勇退，很多人明白这道理，他做不到，他并不完全是贪恋权位。但有人说这越王也够狠毒的了啊，帮你打江山功臣你都杀啊，你是人心扭曲，道德沦丧啊。范蠡走了，文种杀来，以后谁还敢在你身边辅佐你？其实还真不是这样。越王怕不怕呢？他怕这种情况，但是他更怕这些个谋士哪天被别人收买来，帮助别的王国灭了越国。所以越王的担心呢，并不多余。范蠡的退了之后，离开越国，到了齐国，垦荒耕作，经营商业，几年就积累了巨额家产。范蠡呢，也被称为才人爷，他改了一名叫陶朱公，现在一提谁是陶朱公，那就是个大富翁。范蠡当时呢，仗义疏财，名声很快传开了，得到齐王赏识，把他请过去做相国。如果范蠡想要好好当个相国，那势必有一天他得跟自己的祖国越国刀兵相见，那不是范蠡想要的。于是他再次散尽家财，激流勇退，远走他乡。另外呢，皇上也害怕这些有识之士取而代之。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后周的臣子，结果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所以他一上台就搞个杯酒释兵权。朱元璋得了江山以后，也是把功臣杀干干净净，因为他没法判断这些功臣呢将来会不会有反意，所以他没法判断，就都杀干净。你辨别成本太高呢，我索性的一劳永逸。而这些功臣里边呢，朱元璋守对，最后就汤和活下来了。这汤和保命的绝招呢，也是激流勇退。汤和呢也不争功，打下江山之后，朱元璋封汤和为侯，而跟他战功相当呢，都封了公。咱们都说公侯伯子男嘛，公比侯大一级。汤和也不争，也不发怨言，还审时度势，激流勇退。到朱元璋晚年的时候呢，他先开口请求告老还乡。朱元璋挺高兴，解除汤和兵权，还给他修了老家的宅子。回乡之后，这汤和也很自律，整天我就喝酒下棋，游山玩水，我根本不结交官员跟乡绅，也不往议朝政，而且每年呢都会上京朝见朱元璋，一直到老的站不起来，见朱元璋都不能说话了，就直磕头。朱元璋看这个情形，泪流无遗呀，厚赠黄金作为他的丧葬费。汤和如此这般，才得以寿终正寝。但其实呢，历代帝王都不太喜欢激流勇退的人，他们更喜欢忠心耿耿的。
让你生就生，让你死就死，我还想用你呢，你先跑能行吗？怎么的使唤不动你了？你对我不忠心了？这种事儿，唐朝有这么一件事儿，唐朝的第一位宰相裴寂跟唐高祖李渊呢感情非常好，帮助李渊起兵反隋，对李渊帮助很大。李渊呢还把自己的儿子赵王李元景让他和裴寂的女儿结了婚，两人还当了庆帝。但是玄武门政变之后呢，裴寂就有点不想卷入日趋激烈的权力争斗，就向唐高祖李渊请求告老还乡，激流勇退。可李渊不同意，极力挽留，还哭说你可不能走啊，你得留下来陪我呀，等我当太皇，咱俩一块养老啊，逍遥自在，不亦乐乎。裴寂没招留下来。等到李世民就唐太宗登基之后，一度很看重裴寂，各种赏赐加封，但是裴寂始终客客气气保持距离。李世民一看说这是不想为我所用吗？结果呢，后来有一点事儿呢跟裴寂呢就牵连上了，但是裴寂也没谋反，就别人的事儿，李世民呢为这点小事免去裴寂的官职，削了他一半的封地，让他回家。裴寂从此更加洁身小气。有一回呢，有一个狂人对裴寂家奴说你家主子有这天分，是当皇帝的命。裴寂听了这话吓坏了，都不敢上报杀人灭口。事情败露了，李世民把他流放到靖州，一直到靖州出现叛乱，裴寂呢率家东平息叛乱，唐太宗才让他还朝。可惜在回京路上裴寂就病死了。所以你看，历史上这急流勇退不那么容易真不是说贪恋权位4个字那么简单。当然呢，现代人就好多了。你看苏联解体之后呢，首任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，我记得在1999年12月31号中午12点发表电视讲话，说我提前辞去总统职务，并且任命普京为代总统。叶利钦提前辞职呢，是总统大选提前了3个月，而对于处于最佳竞选期的普京来说，是最大的政治支持。那你看，作为回报，普京当天就签署第1号令，为叶利钦及其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会永久得到国家保护。你看，叶利钦激流勇退，保全自己，同时也给接替者铺好了道。所以现代人这激流勇退呢，相对来说可能选项比古代要更多一些，更容易些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咱古书上说那个还是人生的至理，知足常足，终身不辱；知止常止，终身不耻。帝王犯错了怎么办？我们常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但是呢，中国古代几千年间始终面临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，那就是平民百姓哪怕是官员犯了错，那可以收拾。可是如果皇上犯错，该怎么办？依照常识呢，错了就该批评，就应悔过，就该道歉，甚至处罚。但是皇上在中国古代太特殊了，皇上的权威有时候还需要保护，而皇上自个儿呢，从人的本性来讲呢，你说谁能愿意道歉，愿意认错，或者说心甘情愿接受处罚的？那么中国古代皇上犯错了该怎么办？还真有一些特殊的办法。头一个办法呢，其实皇帝呢，他犯错首要的是要向大臣有个交代，然后才是天下百姓。而且他犯的有的错呢，说白了大臣知道，老百姓还不知道。所以皇上犯错了，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向大臣口头认错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君无戏言，自古以来皇帝的话呢就是王法。然而在历朝历代也有一些皇帝犯了错误，不单是被臣子怼的没话讲，就还得乖乖收回成命，向臣子道歉。但是这些皇帝呢，犯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不会动摇国家根基的小错误。选择认错的方法呢也很简单直白，就是口头认错道歉。而这个拉下面子道歉的皇帝呢，他可一般不是窝囊废，而是历史上一些铁腕治国的强人。咱举个例子中晚唐时期的皇帝唐玄宗李忱。这个李忱呢，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，但其实他的能耐比他的祖宗李世民呢也不见得差多少。因为在晚唐时候呢，经过安史之乱大唐的国力已经不行了，但是唐玄宗呢，为解决安史之乱遗留下的种种问题呢，可以说想尽了办法，而且确实也卓有成效。唐玄宗一生呢，可以说政绩卓著。当然了，
这个唐玄宗治国呀，是一副铁外强人的派头。虽然每次跟大臣议事的时候呢，都和颜悦色的，谈工作的时候也没发过火，但每次谈罢工作跟大臣闲聊的时候，经常非常严肃，把大臣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就给点出来，把有的大臣吓得面如土色。那么他自个儿犯错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也很明智。咱说件事啊，这个唐玄宗的亲舅舅郑光，这个郑光呢，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，家里有田地庄园呢，不交税，正好呢遇上了一位刚正不阿的京兆尹韦骜。不是京兆尹干嘛的？其实就是北京市市长首都的市长。这韦骜呢一看呢，郑家竟然呢知法犯法，就把这个郑光这个庄园管事的人呢给收监了。这急坏了郑光呢，这是郑光左膀右背，赶紧跑他姐姐郑太后的，就唐玄宗他妈的，希望郑太后能向皇帝求情。结果这郑太后呢，觉得自个儿子很孝顺，就把这事儿跟唐玄宗说了，说让唐玄宗想想办法把人给放了。那你既然母亲开口了，又是为舅舅面子，唐玄宗就找来韦骜，就求情，结果被韦骜给堵回去了。韦骜说可郑光家的庄园，他那个管事犯的是偷税漏税的国法，难道因为他主人是皇上的舅舅就徇私枉法吗？当然这番话就把唐玄宗给堵得哑口无言，只能语带恳求的说，要不这样行吧，他有罪是有罪，你把这个那个管家捆起来打一顿，打完放了就算了。其实皇上和颜悦色，卑躬屈膝到这一步，照理说一般大臣都给面子，没想到这位韦骜大人呢，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，直接就怼了一句，说皇上你要想从轻发落的，你要命令我呢，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你这样，你直接下个圣旨，就说要把他放了，那我奉旨就是了。你又要让我依法办事还要让我这个徇私情，这不行，这我可更弄不了。这一下子把唐玄宗怼得没着没落了。结果经过一番思考这唐玄宗认识到自己这事做的不对，他很真诚的对韦骜道了歉我不对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他回去呢跟自个骂，跟郑太后说，你让我舅舅赶紧交租吧，韦骜这个人我也制服不了今天再不交，就不单是管事人受处罚，可能我舅舅都得被弄进去。所以唐玄宗这一盘添油加醋郑太后也吓得不轻，赶紧让自个儿弟弟也再把他租子交了。所以你看，唐玄宗虽然受了臣子的窝囊气，却没有怪罪对方，所以这一点就看出他是个好皇帝。其实这次也是效仿老祖宗李世民。李世民当年呢虚心的向魏征听取意见，而且魏征批评皇上呢也不讲情面，是唐太宗李世民也多次向魏征道歉。其实这一点呢非常重要，就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也是如此。就如果你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，你犯了错，你要不向周围人道歉的话，那时间长了，你的下级就会认为你根本听不懂不同意见，就根本不敢在你面前说一些不同意见。那时间长了，你就等于啥也不知道，就光听好话，听着不好听的，那对你的事业那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现代人能想得明白，那些有作为的皇上也不傻，所以他肯于口头向臣子道歉，这是第一种皇上犯错了的一种办法。第二种办法呢，就不是小错误了，就是皇帝犯了大错了，国家遭受了大灾政权处于动荡这时候就有另一种常见的认错办法，发布罪己诏。罪己诏呢，是古代帝王自省或者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布的一种口谕或者文书，它比口头认错更具备正规性和正式性。罪己诏呢，两个功能，一个呢是表达皇帝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，第二个呢，也是更主要的目的在于笼络人心，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，解决当身统治危机。那么君王下罪己诏呢，一般也分为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被形势所逼不得不下，第二种就是真实认识到自己错误，真心悔过。其实大部分罪己诏都是第一种情况，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，但也有呢真心悔过的。你比方说这个汉武帝晚年下的轮台罪己诏，
就被认为是最有名的，也是最真情实意忏悔错误的一份罪己诏。汉武帝为什么下这个罪己诏？他那个时候西汉的很强盛，但是到他晚年呢，出现了统治危机，这种统治危机也是他自个做出来的。就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呢，一心想要成仙，所以信了一些方士，信一些巫术啊，对身边这种疑神疑鬼，还误信小人谗言，说有人呢要用巫蛊之术害他，所以呢，汉武帝发动了对巫蛊之术的清算，所以历史人管这个叫巫蛊之祸，有大量的政治上层人物被杀，动摇了国家根本，也被认为是西汉呢由盛转衰的那么一个点。当时呢，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呢，公孙敬生，被人告发用巫蛊啊诅咒汉武帝，结果公孙贺父子呢下大狱，就连这个大将军韦清的长子长平侯也被诛杀。更重要是当时汉武帝的接班人太子刘据也被人诬陷，结果刘据不甘心束手被擒，起兵反抗失败之后自杀身亡。皇后卫子夫呢，也上吊自杀了。结果透失爱妻爱子的汉武帝这时候如梦初醒，痛悔不已，开始呢把害太子这些人呢都给打入死牢。可这样一来呀，这个朝廷上就乱了，结果死人名额死人，人人自危，大伙过的是积弱寒蝉。虽然是汉武帝的家事这巫蛊之祸，但是呢，君王的家事就是国家大事，一旦要出事，必然波及众生，血流成河，国家动荡不安。所以汉武帝这个时候确实后悔了，觉得自个儿这事做的不对，所以他深刻反思了自己所作所为，亲自写了罪己诏，昭告天下，表明自己的悔意，也说自个儿说朕继位以来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不可追回啊。所以向全天下人公示自己的罪状，推翻了以前自己一直奉行的一些个政策呀、口谕啊，并且下令呢停止苛捐杂税，让老百姓呢得以休养生息。所以中国历代帝王里，像汉武帝这种诚恳向天下百姓认错的皇帝不多，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赢得了当时和老百姓的民心。那么在中国古代整个专制时代众多帝王的罪己诏当中，汉武帝应该说这个罪己诏是我们认为最真诚的。但是还有一个罪己诏很滑稽，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份罪己诏。就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呢，这个袁世凯当大总统，接着他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想复辟帝制，当起洪宪皇帝，结果激起了当时全国各阶层的愤怒，说历史怎么能开倒车呢？怎么又出现皇帝呢？结果这个时候在民愤之下，登基短短83天后的袁世凯迫于各方压力，宣布取消帝制，恢复中华民国，对下了一纸罪己诏。罪己诏里边呢，他也用了帝王常用的一句话，就万方有罪在于一人呐，就我呀真诚的忏悔。但这时候可以说忏悔已经晚了。所以袁世凯呢，在这个各方愤怒讨伐之下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他退位之后77天病死了。所以这份罪己诏也成了最荒唐最尴尬的忏悔。那么在中国历史长河当中啊，从汉文帝第一次发布罪己诏到袁世凯最后一次发布罪己诏，总共有89位皇帝下过260多份罪己诏，跨度长达2085年，这形成中华帝王独有的罪己文化。所以我们说这罪己诏啊，往往是这个皇上啊，为了安抚民心不得不下的。因为一道罪己诏他这么正式，等于让老百姓都知道皇上有错，这个对皇上的权威肯定是个动摇。所以一般皇上不到万不得已他不这么干。所以像汉武帝那种因为失去了亲情而真心悔过的，确确实实也不多。那么前面咱们说了2种皇上犯错的惩戒方法，还有一种呢，说这个犯小错你口头道歉，犯大错罪己诏，那是错误不大不小，光口头道歉你还不足以挽回损失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有一些特殊的惩戒方法，但比较常见。你看以前说三国时候咱说过，曹孟德讨伐张绣的时候规定士兵啊不能够祸害老百姓田地，结果他的马受惊了，马踏青苗，这个按规定呢就得斩首，但是曹孟德是3军统帅，不能死，割发代首。因为在古人眼里看来，头发呀代表父精母血，也跟自个手机差不多，所以曹操割一绺头发挂到旗杆上，这割发代首。
这也是一种惩罚方式。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呢，这是发生在清朝，有大清皇帝入关之后啊，修自己的陵寝的时候啊，面临这个问题，就缺乏一些大料啊，短时间之内想征集这些好料挺费劲，就把眼光盯到大明皇帝陵上了，所以经常冲13陵这些大明皇帝陵给拆了，把里边好料拿出来修自己的陵墓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有些大臣就不满意了。其实从这个皇太极开始，到入关之后，这些你像顺治啊，像这个康熙呀、雍正啊，都干过这事。到乾隆的时候呢，变本加厉了，拆这个明陵，来修建自己的这个包括皇宫还包括墓啊，都用得上。这个时候，一些汉臣意见就很大，包括像刘墉纪晓岚呢。刘墉就对乾隆说大清律里面有一条偷坟掘墓斩立决，您是大清皇帝，您怎么公然违背这律法呢？何况你这么干，岂不寒了天下汉人的心？乾隆一想，可也是，自己这事做的不对呀，但事情已经做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说你要把我朕给杀了，那这国家谁治理？这时候刘墉给他出个主意，他让乾隆下江南，并且让乾隆呢在衣服里面穿件肚兜，这个肚兜呢，把这个肚兜里呢棉布绳子改成银链，这样一来呢，就暗含皇帝披枷带锁发配江南，以死赎罪。乾隆一琢磨，这办法不赖，保全了面子，也算给朝中汉臣一个交代，所以乾隆呢就听从了刘墉的计策，把肚兜的布条改成银链，就这么去江南。后来这种银链肚兜传入民间，还成了古代一个时尚内衣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3种帝王犯错之后认错受罚的方式。其实坦白来说呀，每个人一生都会犯错，你认个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尤其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你无论是你的这个政策呀还是法规，都有可能犯主观主义错误，容易呢出现一些问题。那这时候你向全国老百姓道个歉认个错，没什么了不得，也不会损害自己的形象，反而呢一味的塑造伟大光荣正确，把自己推向神坛，制造个人崇拜。这一点我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必要的。所以说有的时候最高统治者的道歉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。老话说呀，皇的女儿不愁嫁，就说公主那对于嫁人这事根本不用犯愁。为啥呢？有权有势有地位金枝玉叶嘛。你看传统戏剧里有那么一出戏，叫醉打金枝，就说唐太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6儿子郭爱，结果小两口在家里边这驸马也得给升平公主行大礼。您毕竟人家是公主，人是君，你是臣呐。结果这郭爱呢有点怨气，时间长了呢，在家宴喝多了，跟升平公主吵起来了，说2句过头的话，把郭子仪给吓掉。这郭爱呢还酒壮怂人胆，还给了公主一嘴巴子，所以郭子仪绑着自个儿子郭爱上金殿。就是醉打金枝，就这么个故事，好一通赔礼道歉。那你看公主这腰杆多硬，你要放到现代，那也是女性羡慕对象。可是呢，咱不得不告诉大家个真相，那醉打金枝那是戏剧，在现实当中像升平公主这样的可不多。古代的公主们呢，她的命运呢，还不如普通妇女，比普通妇女还要悲惨。你说她们又有皇家权势，又有超高地位，有公主身份，怎么可能比普通女性还不如呢？其实她的人生悲剧，恰恰因为她皇家的权势、超高的地位、公主的身份，也要说这3点优势，恰恰是她们悲惨命运的原因。你看，先说头一个，公主的权力。说公主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周迅、陈红、郭亚雷主演的一部电视剧《大明宫词》里边有这么个情节，说周迅扮演的14岁的太平公主，第一次出宫呢，在上元灯节的那天晚上邂逅英俊的武士薛绍，这就让她开始了少女初恋。回去之后就带相思了，非这个薛绍不嫁的。可人家薛绍呢已经有老婆了，公主过妾不能做妾呀。这时候呢，公主特权就出现了。什么叫皇帝女儿不愁嫁呀？我喜欢你，你就得娶我，你有老婆好，杀了她。武则天马上下密诏，把薛绍的发妻也给弄死了。当然这是电视剧的戏说，
那么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？在历史上啊，薛绍只有一个老婆，就是太平公主。而他的死呢，是因为他哥哥谋反牵扯到他了，他才被杖打100，最后惨死狱中。剧里头这个薛绍的原型呢，其实是太平公主的第2任丈夫。你看薛绍死了之后呢，武则天不忍心看太平公主年轻守寡，又亲自给她物色了一个新丈夫，就是自个儿的大侄子。武攸济是在肥水不流外人田。那这个武攸济呢，他是有老婆的，武则天为了把太平公主许配给他，就把他原配的妻子给弄死了。你说这俩人婚后生活幸不幸福？历史没有记载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还是结发之妻，终颠离散。你说这武攸济对于这个蛮横的杀妻仇人会不会心怀仇恨？咱们只能自个儿琢磨去了。而且因为娶你，我原来的老婆被弄死了，你想要作为丈夫他会什么样心态？而有的历史上啊，也有记载了这样事儿，就是其夫妻的生活也有做明确记载，就他幸福不幸福。就唐玄宗李忱在位的时候呢，有个叫郑浩的小伙子，还长得一表人才，家里背景还特别好，官宦世家。早在唐宪宗的时候呢，他爷爷郑殷呢就做到宰相了。这个郑浩呢还特别年少有为，因为家风严谨，从小聪慧好学，写的一手好文章。公元842年，他24岁那年考中了状元，随后就被朝廷任命为右拾遗，银钦光禄大夫，成为朝中最年轻的官员。那树大招风，这郑浩就是个典型例子，他各方面太优秀了，就被人盯上了。谁呢？唐玄宗李忱，他最宠爱的一个公主万寿公主。他和元昭皇后生的，到了谈婚论嫁年龄，所以他就盯上郑浩了。听说郑浩还没结婚，这不巧了吗？马上写个诏书，让他做驸马。这诏书就交给当时的宰相白敏中，让他执行这事儿。这白敏中也挺高兴，屁颠就去了。到了郑家普阿空，怎么回事呢？郑浩是没婚配，但人家是有未婚妻的，是他老家的卢小姐，俩人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正准备考上状元，事业有成的回家成亲。这会儿郑浩不知从哪儿得到信儿，说这皇上看上他了，要让他当驸马。得了，我也别什么事业了，我赶紧回家把媳妇娶了再说。等我剩米煮成熟饭了，你皇帝也是要脸的人，你还能咋地？娶公主这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可没想到呢，这白敏中太敬业了，硬是快马加鞭，在半道上把郑浩给追上了。他威胁他现在你小的可是没结婚的皇上让你当驸马，你若不从，祸从天降你要不接受诏书，我回去如实禀报，你小命可不保了。违抗圣旨，你还得满门抄斩的。你看公主这特权，你敢不娶我，杀你全家。这郑浩再优秀，他也是肉体凡胎，他也怕死，只好委曲求全。俩人结婚之后呢，郑浩心里有怨气，经常慨叹自己婚姻不幸，但是他不敢恨唐玄宗，也不敢对公主怎么样，所以他这一腔怨气也没地方发泄。他就想到这白敏中你怎么那么敬业的，你太讨厌了你所以他开始处处跟白敏中作对。后来白敏中被外放到这个滨宁这个地方做官，临行前就放心不下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给找唐玄宗，说当初郑浩不愿意娶公主，是臣再三劝说他才从命，因此他对臣很有成见，臣在朝中他还没办法弄我这外放他肯定会诬陷于我，您到时候可千万别信唐玄宗一听乐了，从这后边这个办公桌里掏出一摞子奏折来，说白敏中你以为你在朝中就安全了吗？你看看这些奏书，都是郑浩弹劾你，恨不得连你放个屁他都给上书说你对朝廷图谋不轨。要不是我知道他对你心里有怨他主要冲着你来，我替你都压下来了，要不然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现在？行了，别担心了，放心去吧。几句话把白敏中吓得一身冷汗。你看给公主做媒还有这么大风险，所以这特权得来的婚姻也很难幸福，强弩的瓜不甜。有人就纳闷了，说公主那不是人人争抢吗？娶个白富美少奋斗10年不挺好吗？你看陈世美为了娶公主，把结发妻子秦香莲都抛弃了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最后还付出生命代价，这驸马爷应该很抢手其实那都是戏说，在历史上当了驸马的状元就郑浩一个，正常人还真不愿意娶公主。为啥呢？这就得说公主的第二个优势，她特别有地位，这个地位对夫妻来说反而是个障碍。
早在唐太宗的时候就曾经讲过，说我呀贵为天子，可是一般人呢，宁愿跟着门阀士族联姻，都不愿给我们皇室结为庆余。唐玄宗、唐太宗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到唐玄宗时期呀，这谜底被揭开了。说唐玄宗呢，想把他妹妹玉真公主许配给方士张果。这张果是谁呢？就民间传说当中八仙那个张果老的原型。这个张果特别果断拒绝了。后来呢，他给出解释，说娶妇得公主，平地生公府，可谓也。什么意思？说你要娶个公主过门，等于平白在家里多出个官府来管你，这太可怕了。你就说那个方士在唐代的时候社会地位挺低，就连一个区方士都不肯娶公主，可见当时公主多不招人待见。为啥不招人待见？就是因为公主太有地位，大家觉得压不住，从一度等于娶了家里一个灶王爷，天天管着你。那说有地位导致没人愿意娶，这是第一惨。还有第二惨。什么第二惨呢？就你即使有人娶你，你也见不着。为啥呢？在明清两朝的时候，公主身边往往都有那么一两个可怕的嬷嬷，就《还珠格格》的容嬷嬷，专门给公主扎针。那明清时期的嬷嬷们经常残杀公主的婚姻。为什么呢？明清时期有这么个制度，说公主出嫁以后啊，平常是不跟驸马住在一块的，地位高吗？这想过夫妻生活的时候，驸马先打报告，经过批准了，俩人才能见面，才能同房。这个报告呢，不能直接打给公主，就跟咱们现在公司你要下属见这个老板似的，你有流程得先跟秘书打招呼。而公主的秘书呢，就是专门管公主婚姻生活的老宫女、老嬷嬷们。你看这地位，如果嬷嬷们觉得报告不合适，那她就见不着公主。所以很多公主驸马因为嬷嬷的刁难，一年都见不上一面。你比方说明朝的时候，明神宗朱翊钧有个同母妹妹永宁公主，她一辈子就跟她的驸马梁邦瑞见过一面。怎么回事？这公主跟梁邦瑞呢举行完婚礼，这不见一面回宫了。梁邦瑞得找公主心灰意冷的，一进宫就被嬷们拦着要钱。这梁邦瑞说，怎么还有这个规矩呢？我见我老婆还得给你们钱。但他对这个制度完全不懂。我要见媳妇儿，你不让见还要钱，这什么道理？他就来倔脾气了，结果就跟这几个嬷嬷吵起来，一吵起来动上手来，这嬷们一哄而上，你一拳我一脚。这梁邦瑞本身呢就有病，儿子结婚的时候还吐过血了，哪经这个，连气带挨揍，几下被打趴下了。回去家之后一场大病，没多长时间就死了。就这么的，永宁公主结婚不到2月，就在婚礼上见了驸马一面，之后就成寡妇了。这个时候她才15岁，在明朝公主是不能二嫁的，一个15岁小姑娘就开始守寡，你说这日子受得了吗？就这么憋憋屈屈的，到27岁时候，她就等于活生生给憋屈死了。所以说公主这个高地位对他们婚姻来说并不是什么助力，反而成了阻力。就连民间都挺同情公主们遭遇。有那么一部史书记载这么个事儿，说道光的闺女，这是哪个闺女？四公主，叫寿安顾荣公主。结了婚1年以后呢，回去跟道光皇帝哭诉，说我结婚都1年了，还不知道我丈夫长什么样呢。我身边那些嬷嬷宫女不让我跟驸马见面，憋屈死了。道光一生气说，他们管得着吗？你让他们憋去。你告诉我说你俩想见就见。你跟他们说，谁也不能拦着。就这么这个公主终于跟驸马能撒欢见面了。这一见面，连年8年生了8个孩子，你看这个热闹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民间都有这方面的记载。那么除了特别权力特别地位，最后一个就这个特别身份，就是公主作为皇帝女儿这身份呢，让他们婚姻往往变成一出政治大戏。她本人就是戏里不由自主的傀儡。你看历史上那些和亲公主嫁给外族，你听着好像王昭君什么这个文成公主这千古流芳，那平平常常那些公主过去那个婚姻生活你别提多不如意了。就包括王昭君，为了维护匈奴地区的和平和大汉王朝的这种关系，她嫁给了单于之后呢，老单于死了，她又嫁给小单于。这小单于当然不是她亲生的了，但是你这么说，这咱们听着怎么都跟乱伦似的，你这婚姻她不可能幸福。你再比方说明朝末年的长平公主，看过金庸小说的都知道《鹿鼎记》里那独臂神尼。为啥独臂呢？因为他父亲
崇祯皇帝玩果时候呢，怕自己女儿成了俘虏受辱，给自个儿丢人，就拔剑呢，把长平公主要砍死。这个一剑砍偏了，就砍掉一只胳膊。这长平公主捡条命，说她是独臂神尼呢，这是武侠小说里头胡扯，没这事儿。但是历史上长平公主确实是被崇祯砍掉了一个胳膊。她捡了一条命之后呢，成了清朝俘虏。多尔衮为了表现自己很宽容、很包容，就相中她公主这个身份。那你看，首先公主代表着前明前朝廷，我把她照顾好了，证明啊我们大清多大度啊，我多么宽容。前朝那些什么官员什么的，不就能对我死心塌地的？再一个，公主啊，她是一介女流，也成不了什么起义领袖，完全没什么威胁。所以多尔衮不顾长平公主想出家请求，非要给她制造一个看起来幸福的人生，就把她嫁给清朝的叛徒周世显了。咱们想想，国破家亡，自己又不得不受敌人摆布，嫁了一个叛徒，这是多么大打击。所以在结婚后的1年多时间里，长平公主每天都哭父亲呐，哭母亲，最终在悲痛当中啊逝世了。就病死了，年仅18岁，死的时候都有5个月身孕了。所以就在长平公主去世不久呢，民间就开始流传独臂神尼的传说，说长平公主出嫁为尼，练了一身绝技啊，胸怀深仇大恨，发誓反清复明。金庸小说呢借鉴就这个传说。其实无论是独臂神尼也好，还是前朝象征也好，这都是世人赋予给长平公主的角色，而她本人呢，只是一个想承欢父母膝下的小姑娘罢了。如果她出生在太平盛世，出生在普通人家，也许她一生啊就不会这么悲惨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和亲的公主，还是这个生于乱世的这个公主，她们的婚姻呢，往往都是非常悲惨。这什么原因？就像崇祯皇帝呀，向长平公主挥刀时候说那句话：“汝何故生我家？”就是你说你生在我家干嘛？愿你生生世世不生于帝王家。就你后辈子多少辈子，你可千万别托生到帝王家，因为帝王家的男子，你再悲惨，还有1/1000可能能登上龙座，用绝对的胜利，用权力来终止血腥杀戮，掌握自己命运，甚至别人命运。但生活在帝王家的女人，你逃不脱女性的身份，反而因为自己特权，生活的比一般女性更悲惨。所以这种悲惨呢，公主自己本人控制不了，甚至是至死方休。